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结核tuberculosis 简称是 TB。那么结核病这个从近20-30年来讲它的发病率应该是有逐步的上升趋势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龄，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就是80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听说谁周边得结核病的其实并不太多但是到了90几年慢慢的就开始听到有一些科普听到有一些包括我们学习过程中有老师也提到过说结核病现在慢慢有一个逐步抬头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结核病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像咱们好像传统观念中这个结核病已经消失了快说这个好像只有在这种很贫困的是吧，这种生活条件很差的时候才得结核病说这个目前好像几乎绝迹了，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结核病的发病率现在并没有一个说减弱的趋势还是在一个逐步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结核病它是一个传染病。我们的很多的疾病呢，其实有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方法那么它对于人的影响、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呢，传染病作为一种可以在人群中传播的这么一种疾病来讲，它的危害可以说是很大的即便有些病它不一定对于每一个患者都会导致生命危险，但是呢，因为它很容易传播就会影响咱们整个人群的生活和健康状态最简单的例子这种流行性的感冒是吧？那么当比如说某一个季节春季冬季来临的时候，在某一个地区可能出现就是很大量的这种季节性的这种流感那么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有生命危险那么个别的老年人或者小孩有可能会有那么对于大多数人可能不一定说影响他的生命安全，但是确实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你至少可能这1个星期左右你会比较难受这个不舒服，身体上总感觉很要么是头疼是吧，要么发烧精神不好，食欲下降，就这些严重干扰你的生活质量那就肯定也是影响你的工作状态，对吧？所以呢，传染病大家要知道凡是涉及这一类疾病，咱们都要特别引起重视。那么结核呢，它作为一个传染病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核分支杆菌那么它的传播途径其实主要呢说它的传染源还是病人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传染源，尤其是在活动期的病人也就是他现在正在一个疾病的活动期它有明显的症状，然后有明显的传染性，这个是最主要的传染源。那么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患病的患者他可能通过说话呀、咳嗽打喷嚏这些途径把这个细菌呢就通过空气的传播就是传播给他人。那么这上呢，咱们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是空气传播，而不是飞沫传播那么空气传播和飞沫传播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那么对于飞沫来讲，我们说英文是 droplet 它的这种体积呢，就是这个威力呢，这个相对还是要大一点最主要的像打喷嚏这一种是吧，尤其是密闭空间是吧，在一个电梯里打一个喷嚏咳嗽一下，这就像很多的流感是吧，这些这个是这种是这种这个飞沫传播但是呢空气传播它的颗粒就是这个传播的这个颗粒就更小所以它为什么叫做空气的传播那么这个叫airborne 那么这个它是非常的细小的颗粒可以顺着这种气流传播在一个范围内，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是更大一些。那么对于医护人员来讲，我们怎么预防这个应该说，如果你是明确的知道这个病是结核活动期，
那么对于医护人员来讲，应该是比较注意的啊，你要有全套的防护。那么当然我们说，除了这种gown 是吧，就是你穿的这个防护衣啊，隔离衣，那么还要戴手套是吧？还要戴这个面屏哈，face shield，你要有一个遮挡住你的面部哈，防止它这个空气啊带有这种细菌的空气喷到你的脸上。那么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 N95 口罩哈，那么它可以防护这种空气传播的途径啊，防止你感染。但是呢，对于患者来讲呢，比如说一个患有活动结核的患者啊，他要由他这个隔离的这个病房啊，比如说要做个 CT 检查，要照个胸片啊，他可能要外出啊，在你的医院走廊里经过这么一段，然后进行相关的检查。这种外出呢，对于患者来讲啊，佩戴这种外科口罩啊就可以。那么主要还是说防止他，比如说打喷嚏啊、咳嗽啊。把这种带有结核菌的这种小颗粒给它喷射出来，传染给很多其他的人啊。那么对于一个特殊的房间啊，大家也可能要了解一下，就是说这种结核的病人呢，他是不太担心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菌进到他的房间，而比较担心的呢是他的这个喷射出来这些结核菌呢感染到其他的人啊，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讲，他的隔离间呢，我们一般用负压啊，就是说他的房间是负压。这样负压的话呢，你外界进来一些空气是吧？空气里边的一些病原微生物，对于他来讲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啊。你如果是正压是吧，那就不一样了。那么他会把他的结核菌吹到外边啊，那就不行。所以这咱们知道一下哈，这个情况要负压。它的好发部位在哪儿啊？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是肺结核，对吧？这个是最多的，传染性也是最大的，是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结核病它不只是感染肺啊，不是说光感染肺有肺结核，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骨结核啊，骨头上的啊，比如说这个肝脏结核，比如说肾脏结核啊，包括淋巴结核，是吧？包括胸膜炎、脑膜炎，甚至脑子里边都有可能有结核灶啊。那么基本上呢，也是说几乎是可以见于各个器官，那包括皮肤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它不是说只是肺啊，其他很多的器官几乎没有哪个说能逃离哈，这都有可能患这种结核。那么常见的症状啊，那么咱们当然说以这个肺结核为例，最常见的症状，咱们现在写的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啊。那么低热呀，尤其是什么午后潮热，它不是高热啊。你如果说一个病人发烧是吧，3天都是39度、40度，那基本可以排除结核了啊，这不太可能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盗汗，什么叫盗汗？盗汗其实也是一个中医的术语啊，我们借用啊。盗汗什么意思？就是指你在睡眠过程中自己不知不觉的醒了以后发现，哎呀，出了一身汗啊，好像就是说被谁偷走了一样啊，这种所以用这个盗这个字，所以盗汗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睡眠过程中的出汗啊。那么睡的时候你自己当然是不知道啊，醒了以后知道，发现自己比如说枕巾湿了是吧，甚至床单都湿了啊，这就是盗汗。那么乏力消瘦是吧，咳嗽咳痰时间长，而且有什么卡血，有胸痛啊，严重的病人当然有呼吸困难。那么尤其是前面这几条前面这个4条或者5条吧，都可以说是结核的非常典型的症状。也就是说，你一旦在病例题里边遇到了这些词汇什么盗汗什么消瘦你都不用想别的，这个结核病肯定是作为你最开始需要考虑的几个病之一那么它的特点有什么呢？比如说起病隐匿病程是比较长那么通常结核病不会说就突然的一天一下子就得了这个症状了，是吧？它通常都是一个缓慢的进展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有3个月持续的慢性咳嗽，同时呢体重逐渐的下降变得消瘦了，这个你是比较常见的结核的症状你比如说另外一个人说就一天是吧，突然瘦下去了
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是吧？但是比如说就突然的一天，这个什么胸痛啊，什么咳嗽、卡血，这个就基本上不太像是这种结核病了啊。那么它呢也是一种机会性感染啊。我们之前专门有一个专题讲这个机会性感染，结核病其实是机会性感染的一类啊。那么它不是说，好像对于普通人都易感，不是啊。结核病的易感人群是什么？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啊，比如说你本身有艾滋病啊，本身这一段时间非常的劳累啊，比如说你刚刚得完一场大病或者做完一个大手术。你的免疫系统确实现在功能不太好啊，这个时机是结核病发病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传染性呢也比较强哈，当你这个就是说赶上这种免疫力差的时候，一旦接触这种结核菌就感染性比较强。那么当然你说传染性，当然你和这个病原体有关系啊，有的是潜伏期，那它传染性就低，是吧？这个病人或者说这个带菌者他没有任何发病的症状，也只是一个带菌者而已那么他其实传染性不强但他如果现在正这咳嗽卡血这个状态，已经是活动期了他的传染性就很强。不规范治疗呢，这个病还真不容易好什么叫规范治疗？咱们后边会谈到，你用药尤其是用药来讲，比如说你不规律不足量。这个时间不够这些都是问题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个结核菌没有被彻底杀灭有反复的可能。那么下面呢，我们讲一个它的重点就是说结核病的不同层次的这种诊断或者说不同角度的诊断。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免疫学诊断。那么这个里边其实包括一个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结核菌素批示，有的时候叫 PPD 试验，有的时候叫 TB test TB 试验。那么它呢，就是说能够什么判断什么呀？判断你之前有没有感染过结核它的只能判断到这一步至于说再细致的那就判断不了了怎么做？我们要知道它是在前臂中段前侧的这个皮肤这儿，皮内注射0.1毫升这个 PPD 这个试验的专用的这个注射液然后呢，在48到72小时观察你这个硬结有多大当硬结超过10个毫米以上就是阳性。那么如果它是有硬结有红斑红斑比如说已经15个毫米了，但是硬结只有8个毫米那你这个还是以硬结为准不要看红斑也就是说8个毫米的硬结，即便红斑超过了它的1倍，比如说18个毫米你还是以结果呢是按照阴性来记录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结核菌素实验就是这个 PPD 实验，它是没有办法区分你现在是活动性还是一个潜伏期区分不了。同时，它也区分不了你这个之前是是因为什么打卡介苗打的呀，还是得病得的呀？它这个阳性它是区分不了的。那意味着什么？对于咱们从中国大陆或者某些地区来的人来讲可能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接种过。就是卡介苗就小时候都接种过。那么接种卡介苗以后，几乎是说大部分都会做这个 PPD 试验是阳性那么后边咱们会说，那么比如说你在一些筛查的时候你如果这个是阳性的，他可能还得让你照胸片那么当然，下一个免疫学诊断的方法就是什么 QFT 或者叫 T-spot，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伽马干扰素一个释放试验。这个它就不太受卡介苗影响了。你卡介苗接种过，它就是不会表现为阳性它是阴性。那么它是出血的检查刚才咱们那个 PPD 呢是前臂注射是吧？皮内注射，这个是抽血查你血里的这个实验那么它的阴性证明什么？你没有 TB 没有感染过也不需要任何追踪。那么阳性说明什么？你体内有结核菌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只要是这个 QFT 我们叫金标准或者叫 T-spot 实验，这个阳性的话就证明你体内有结核菌。但是体内有结核菌和你现在是活动期或者说你现在有传染性，这不是一个概念你体内有结核菌，你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潜伏期，也没有症状也没有传染性当然你也可能是活动期有症状有传染性。所以呢，这个阳性的话呢，就要结合具体的这个一些临床表现或者一些其他的表现诊断依据来综合的来判断
这个 QFT 试验呢，基本可以作为咱们一个筛查的很理想的一个方式了啊。那么阴性就是没事儿啊，阳性就是有事儿。当然，这个有事儿呢，只表明什么？你体内有菌，但是你不一定发病，你也不一定有传染性啊。大家这个要知道。那么下边我这个黄字写的哈，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经常遇到，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的时候 ，PPT 实验的时候结果是阳性的啊，那通常医生可能会说，那你得照个胸片啊，你照个胸片，如果胸片阴性，那你就阴性了。基本上好像大家都是这个经验是吧？但是呢，如果我问一下，你 PPT 实验阳性，胸片 X 线结果是阴性，就是说你胸片没有任何异常，你能排除这个病人有结核吗？能不能排除结核啊？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啊。你 PPT 试验阳性证明什么？你要么是打卡介苗，要么你之前感染过结核，对吧？当然你也可能现在感染过结核，但是你胸片阴性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肺结核啊。那你可能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结核啊？比如说脑膜炎、脑膜的这种结核啊，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肾结核啊？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什么皮肤结核啊？那你可能是有的，对吧？胸片虽然看不出来，但是 PPT 实验还真提示出来了，你可能还真的是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啊。当然呢，这种情况很少见啊，很少见。但是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就是说 PPT 实验阳性，虽然是阳性，但你胸片没事你就没事啊，这个不是的啊，它有其他的问题。那么下一个呢，病原学诊断。其实病原学诊断是我们在诊断结核上最可靠的依据啊，就是你已经找到这个结核杆菌了，是吧？这是最可靠的依据。第一个就是谈图片啊，抗酸染色。那么因为结核杆菌它是我们分类叫做抗酸杆菌哈，所以呢我们就叫做什么抗酸染色。我们右边这幅图其实这个红的这个圈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紫色的线条式的这种东西啊，像这种啊红紫色、紫红色这些东西就是抗酸染色阳性的这个结核杆菌啊。那么它呢很快是吧，直接图个片就能看啊，但是呢它的阳性率没有那么高啊，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谈图片没有发现这个菌啊，你能不能就是告诉这个患者你没事儿啊？它的阳性率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可靠啊。当然，谈培养作为我们所有的这种病原学，如果说有细菌学培养的话，那它诊断依据那是最强的，是吧？这是可以说叫金标准啊，做这种结核分支杆菌的培养。那么同时也可以做样品实验，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周期太长，而且阳性率呢也未必能有多高。这个大家要知道哈，细菌培养它是，比如说取这个患者的痰啊，咱们来培养细菌，它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的啊。它这里细菌的浓度，就是你取这标本里它细菌的浓度，包括你培养基啊，包括这个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不是说都很合适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它的细菌能不能培养出来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举个例子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有脑膜炎啊，有颅内感染，非常明确啊，脑结都是浑浊的，但是你把这个脑结拿去培养或者抽血培养啊，那么它培养出来这种阳性率其实真的不高啊，我觉得可能连1/3都到不了啊，而且呢，真的说培养出阳性的那种病人的预后通常都不好，那就很重了啊。所以呢，对于这种细菌培养来讲呢，大家也要知道啊，它的这种假阴性率是存在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它的阳性啊，比如说培养出菌来了，那你肯定是诊断明确了，但是它没培养出菌来，它可不一定没这个病啊，大家要知道。最后一个分子生物学检查主要是 PCR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聚合酶链反应，它是可以用血、用痰、用脑结都可以，这些标本是吧？它进行这种分子生物学的这种倍增技术哈，聚合酶链反应，所以可以很快的培养出这种就是结核菌的一些片段啊 ，DNA 片段，然后就可以诊断。它的优点主要是快啊，基本上几个小时到几天啊，基本就够了，就能出结果。所以它这就是目前是最大的优势。那么下一个呢，
影像学诊断，这个我们也不要忽略哈。你基本诊断肺结核，你没有片子，没有胸片，没有 CT， 这怎么诊断是吧？你光靠一个 QFT 阳性，或者说你就碳培养，你就诊断肺结核，这个有点感觉临床上支持资料不是说很充分啊，一定得有个胸片或者 CT。那么比如说胸片，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浸润、空洞、纤维化，但咱们这上举的这个胸片是一个苏粒性肺结核啊，它就是像很多小米粒一样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是整个双肺的肺叶全都是这种小的点状的东西啊，这是一个肺结核的其中一个类型啊，叫急性苏粒性肺结核。那么 CT 呢，它也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病变，但咱们这个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CT 可以看到这像一个球似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叫结核球，有时候叫结核瘤哈。那么当然，病理学诊断是最根本啊，就是说最高级依据。但是呢，有个问题也是说，你不是说对所有的肺结核病人咱们都能取病理标本，对吧？你怎么取啊？你说把肺切下来是吧？或者说你支气管镜有一些呢中心型的，就是离主支气管很近的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离主支气管很近的话，你这个病理标本你可能也不好取啊。那么用支气管镜啊，当然有一些可以用胸腔镜，是吧？那么如果有一个题目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干酪样坏死啊，就是我们下边第2行写这叫干酪样坏死，大家基本可以把它记住哈。只要见到这5个字干酪样坏死，你基本就考虑结核啊，就是结核的典型的病理学大体病理学表现啊，就是干酪样坏死，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胸腔积液、脑积液，咱们可以做什么 ADA 的这个腺苷脱氨酶啊，看它是不是升高了。然后呢，抗酸杆菌可以做图片染色，就是这种培养啊，包括 PCR 都可以。治疗原则啊，这也是我们考试里经常考的，它不一定说考你说让你说怎么什么有什么原则，但是呢，他会问你啊，这种情况行不行，是不是可以啊？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哈，这个治疗原则要早期、联合、规律、全程啊。什么叫早期？你不能拖着啊。什么叫联合呀？你不能用一种药，你一定要是几种药连用啊。什么叫规律啊？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种医嘱啊，让你怎么吃怎么吃，不能说今儿吃明儿不吃，这是不行的啊。什么叫全程啊？一定要吃够整个疗程啊，不能说吃。明明让你吃6个月的药，你吃3月觉得症状轻了好了，你就不吃了，那都不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治疗效果啊。那么标准疗程其实是在6到8个月以上啊，至少要有半年啊，就是6个月。一线用药呢有4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啊，伊延景、利福平、吡氰酰、乙胺丁醇这4个药啊要知道。那么这4个药不是挑啊，不是说随便拿一个，也不是说随便拿2个。规范治疗、标准治疗是4个药连用啊，6个月。2线用药呢，一般是用于什么呢？1线用药4个药联合使用，半年以后呢，没有改善啊。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症状还存在，或者说还是有碳培养能培养出结核菌来，那你要加用啊，喹诺酮类和安米卡星啊，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6个药一块用了。那么这当然这些药物你要长期使用的话，你要注意哈，监测它的肝功能啊、肾功能这些问题啊。你包括尤其像利福平，还有一个让体液变黄，是吧？这些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疗效怎么判断啊？最根本的还是病原学检查啊。你怎么说这个病人治好了？比如说你半年吃药吃半年了啊，症状也没了，其他什么也没了，但是你这些症状的减轻，或者说你胸片的这种稳定或者好转，它不能直接的证明你已经治愈了啊，唯一能够证明你已经治愈的是什么？连续3次的这种痰抗酸杆菌培养是阴性啊。那你说，如果大家再细问一点，是不是你这3次怎么算连续3次？我一天连着留3次标本算不算啊？这个呢就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哈。多数情况下可能，比如说这3次呢要放在2天或者3天内连续啊完成就行了。比如说分别在第1、第2、第3天啊，每天呢留1次这种痰的标本做培养啊，持续都是阴性就可以了。好，那么关于结核呢，今天我们就简要介绍到这儿啊。其实结核这个病呢，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呢，值得探讨啊。时间有限，我们以后呢，如果有机会再继续啊。好，谢谢各位。